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D。有。那我们今天是要来开箱我们在5月27号的时候用早鸟优惠，用3万块不到的价格买到的 Frozen 最新的 Mega 8K。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新竹点，所以原本7月中会到货的，现在已经到农历7月初才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一下。它没有把手，可是在里面，之前也是这样，那个全封的，把手自己装。好，自己讲。打开之后，里面有一个这个工厂后面的空箱子。啊，要怎么拆？我看我载开白热。它每条刻度线有，可以放到好像2公升吧，1.7公升，超级大，超级大的一个载台。我们刚刚把这个泡棉还有它里面的东西从上面拆下来之后，它就长这个样子。多大？它里面包着，来放在你脸旁边一下对比一下，超级大，比他的脸还大。怎么样？比我脸大吗？蛮容易的吧？是吧？为什么它这个是洞洞的？因为它下去的时候液体可以从上面。如果从旁边出来的话太痛苦，所以它都会直接从这种大的都是从这种地方。那它上面不会有磨痕，不，它就直接吸在这上面。对。那这个也要磨吗？要，好像有。Mega 8K。有。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对。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。好，手套。完全一模一样，没错。还有说明书吧？说明书。电源线。台湾的电源线。确定的。这个应该是大陆的。是220的，不一定是大陆的220的。这个，超难用的铲刀。真的很难用吗？它有开封吗？没有。哦，好像升级版的塑胶铲刀，它这个好像没开封。升级版哦，可以摸一下这个质感，来评价一下。它是磨砂质感的。之前那个是廉价塑胶质感。3块钱的一个漏斗吧，我猜。啊，那小包多。这个就厉害了。我刚瞄了眼睛，这个好像还不错。这个就是那个把手。哦，对。把手。注意事项，请勿校正立轴与拆卸猎鹰机。本产品为易校正立轴设计，请勿自行校正立轴与拆卸猎鹰机，以免造成损害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如果拿不出来就把它收下来的话，直接下去。请勿加装 LCD 保护贴，请勿使用其他机台的猎鹰载台，避免造成 LCD 破裂。初次使用第一次，点选 Tools， 触控 LCD 发光。这个 LCD test 的发光，如果 LCD 显示已经涂上完整图像，表示均匀度正常。好 ，OK， 好。然后双手同时锁紧两侧螺丝，确保两侧水平没有东西。然后将配件 USB 插入机台。对，它现在改在这个地方了。哇塞，舒服。正前方上。对，好，聪明的底上。觉得它这个好像看起来比之前没有质感了。看是比较大啊，因为以前是暗红色底，现在是深蓝色底。所以他没有说要把底架闸拿起来磨，不磨吗？他没有讲。再看一次吧。是原厂附赠的 USB。我那边还有一只，看得到吗？
喂，你好，我想请教一下，今天我收到我Mega 8K 的 Ultra Grade 4K， 好，摇1分钟，有，可是1罐人不够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槽填满是1.7公升。我到我班上去了，就感觉起来它这个槽，这很可怕这个销量。它里面的那个是针对于这个的吗？是针对4K 的，可是是针对 Ultra Grade 吗？Ultra Grade 是4K。是啊 ，Ultra Grade 是。那就是啊。可是他送来那个也是。我操！好震惊啊！几分？600，没有很多。600多。600片嘛，切片600片。所以它0.05的话30公分，3公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列印预设的参数。要多久？底铺大概多久？你可以拿手机出来记一下。我刚刚看那个说明书，好像至少35秒跟2.9秒。靠近一点。哦。刚是谁的声音？他的声音吗？开始曝光了。这么吵的吗？所以它是每一次曝光都会逼是吗？不知道，有可能。预设切片参数3个小时15分钟。那没有很快啊。如果只是印个小小的尾气，西洋棋的话，如果是0.05 600， 3公分而已啊。3公分，对，3公分。1小时1公分。好，底部大概38秒的。我们现在列印到一半，那我们想知道底板到底有没有东西粘附上去。那以前 Transform 按暂停的时候，它的载台是不会升上来的。完全没有东西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是切片啊，因为我们用的不是那个切片，我们是用它里面的切片，不是用Ultra 4K 的切片。花了26个小时41分钟。嗨，今天是拿到这个 Sonic Mega 8K Frozen 这台机器的第3天。那一开始是拿原厂的树脂，那拿它的测试块去做。那一开始就是印这个城堡。那印完之后，其实它印的蛮慢的啦。就是说这个大小是3公分高的这个物件，它其实印了大概5个多小时，所以它其实每小时的时间大概就是0.5公分。那因为它是贴底印的，所以它在底的部分就会有这个因为它是洞板，它可以减压，但它这个底就不会很平。所以如果有追求那种喜欢贴底印，不用去处理底面的话，这一个的话可能就会你必须要去处理这一个问题。那因为我们原本用的就是 Frozen 的树脂，那我们有用我们自己老虎钳工作室常用的像老虎灰跟透明的树脂。所以我们在练习过程中就想说，我们想要印一下，既然它是大盘仪表机，我们就印一个很大的物件，看一下它呈现出来的震撼感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就用 Mini 4K 跟这个 Mega 8K 去做比较。那我们印了26个小时，印了一只青眼白龙，所以还蛮大只的。那这个是 Mega 8K 的大小。那因为我们在印的过程中就想到后面拍摄这样可能不好看，所以我们就倒过来放。所以可以看到它就是悬浮在这个，也没有悬浮，就是它是被支撑在这个载台上，那它是站立的形象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。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是印光固化，如果想拍影片，也可以这样子去做设置成。你说这是多高？这一支的高度是14公分，那它印的时间是大概26个小时，所以大概也是每个小时0.5公分左右，所以它时间上还是拉得非常的长。这一支就是印了1天多。那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的透明树脂，所以这也其实也是告诉有未来可能要购买 Mega 8K 的人，就是说其实不同树脂当然本来就可以用，那它使用起来其实也蛮好的。但是因为它原本出厂的时候设定是说它可以印每小时7公分，那跟后面我们用到的0.5公分去相比，其实差蛮多的。
那我打电话跟他们的客服去做讨论，那他们也是说，其实这种大面积的去列印基本上还是以印的无纹为主。所以如果你是买 Mega 8K 的追求是想要印超级快的话，这一台可能没有办法很满足你的想法。因为我们原本有 Transform， 那我们想说再加 Mega 8K 就想说，因为它全程它列印的速度特别快。那我问的时候，他说那个其实在蛮极限的情况下，印一个面积很小的圆柱体才有办法这么快。那如果是印那种大的，像那个黑豹，他们也说印了34个小时，所以其实要印那种大的东西都要非常久的时间。那像列印上，像印这只青眼白龙我们其实怕的是它列印失败，可能又浪费掉一整天。但其实从列印的情况上来看，其实还可以的因为我们其实从结果上来看，它其实就只有一些支撑在印的过程中它有点歪掉。但是都没有影响到最后的结果，所以应该是我们有一些参数要细调啊。对，就是你在支撑的参数上你要调整。那从这边结果上来看是觉得还不错。它跟那一台叫什么来着 ？Transform， 它跟 Transform 比起来，我们的底板光底板曝光时间啊，还有每一层曝光时间，其实就差蛮多的吧。对，这一台的话就减少很多，因为 Transform 的话，我们自己用这个透明，大概的曝光时间都要到100秒左右，底板可能要100多秒。这边的话就是用每一层大概要10秒。对，这边的话底板曝光好像是60秒左右。没有那么长哦。40几秒吧。这个底板的曝光好像30-40秒。30-40秒。对，然后每一层的曝光是3秒。3秒，那其实就跟Sonic Mini 的曝光时间差不多，蛮像的。但它其实它比较慢的地方应该在于它那个拉伸，它拉伸的速度，它原厂建议是40，那这就跟你可能用45，你可能就跟 Sonic Mini 4K 不一样，因为你平常可能都是设65、60、80在印，对，所以这一点你可能就会有蛮大的差别啦。那再来有一点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因为它其实就在我的现在就我们的测试，所以在我的桌子正前面。那它在列印的过程中，我在这边使用电脑，第一个是不太影响到它列印，第二个是说它其实非常的安静，你不太会感受到它正在列印，除了它亮光的时候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不错。对，还算安静。那大概是这样，那我们最后就会把青眼白龙整理好之后，放一个成品给大家看一下之间的差别。好，大概就到这边。其实你应该先拿这个给他看一下。你说这个？对。就是我们拆了快5分钟的东西，它根本打不下来，全部都粘在那个洞里面，粘死。对，我们刚刚觉得他好像还想说很好拆，印得很帅哦，超漂亮，超开心这样。有没有把它拆下来这么痛苦？我们是先拿那个斜口钳把支撑剪下来，然后把东西放旁边，应该看得到吧？它是对着它的水槽里。我们来访问一下，你觉得好拆吗？你不要给我下巴一个肘击哦，我会崩溃。哇，我刚好像直接在上面起出一个槽。我现在觉得，我们就在那上面挖了一堆洞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就是填平了。因为它上面本来就有一堆洞。这个设计本来是要说什么？你说这些有洞的设计师本来减压。现在你有觉得很舒压吗？好，那我们把我们的2只青眼白龙都已经列印完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做后处理嘛。那这边都后处理完了，可以看到其实列印的结果都非常的好。那在各种细节上，不管是眼睛啊、嘴巴，其实都还不错。等一下会带细节拍下来给大家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 Mega 8K 是放在这样的柜子上。那这柜体因为是角钢的，所以其实也是蛮稳固的。那这2个的大小呢，其实是差了3倍高度的。那在列印时间上的话，这边有提到过，这一支的列印时间大概是要26小时，这个大概5个小时，所以看起来的话，其实还是mini 4K 的列印速度是比较快的。但当然大台机台不是这样去算的。那这边还是要提到一下，就是我们把小支的拿下来所花的时间大概就是5秒。那大支的话，尤其它那个载台上面是有那个减压的那个洞板，那个板子的话，我们拿下来，因为我们是先用斜口钳把它的支撑剪掉，所以列印物件拿下来大概花了1分钟不到，但是剩下的那个粘在
载台上的那个底阀，我们大概拆了快20分钟，它其实粘得很紧，所以在使用上沿这一点，可是你们要考虑一下，它的后处理时间其实要拉得非常的长。这就是我们目前开箱到现在会遇到的一些我们实际上有遇到的状况。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 Mega 8K， 因为原本放在桌边上去进行猎鹰，想说测试比较快。那我们把它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的这个触控的 LCD 板，它其实这边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亮了。那我们刚刚跟原厂打电话，他说有可能是排线松脱。那针对这个问题，我们可能会再进一步跟后续去看一下，是每一台都会有，还是我们可能刚好遇到了一台就是不能搬动的机网，这一点我们就不确定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会赶快做一下，出料不顺如何去解决，在这个回抽还有这个喉管的部分。所以有遇到出料不顺的人，那你们一定要接着看我们后面的影片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一定要按赞跟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传给所有在玩3D 猎鹰的朋友。希望我们所遇到或者是提出的这些方法，能够解决你现在会遇到的问题，并且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现在新的一些3D 猎鹰的机器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